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雁 Talk 频道。最近呢，资本市场呢也有蛮大的震动，就是美股呢，有很大的一个下跌的幅度，特别是以这个英伟达作为代表这些新的科技的这些公司，下探的这个速度跟幅度都是非常的大，很多都跌了30%-40%这样子的，而且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下跌的比较厉害。那么很多人就在说这个，呃，就是现在已经有一些人在讲嘛，哈，说是不是美股即将崩盘，即将有一个巨大的暴跌。那么我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总的来说呢，最近的这个美股的这个下跌确实是蛮厉害的，那么它基于几个点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美股的这个市盈率，呃，都相对是比较高的一个值，也就都达到在它高点的时候，它都已经达到了整个美国这10年来的最高值吧，就是在那个最高值那个范围里面啊、所以从资本市场的这种评估的这个范围里面是专业人士的评估范围里面，现在的这种美股都算是比较贵的，对吧？就是市盈率比较高，就是不是说它公司好不好，很多人说这个公司好，那我当然要买它或怎么样的，股市的这个就是市值的这种变化，它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公司好与不好，当然这是其中一个条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你还得考虑的是它是不是很贵是不是便宜这都是非常重要。它其实就是价值跟价格的一个之间的一个差异，这个差异就是你对一个股票到底值不值得买很重要的一个点，就这个差值。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去评估美股的话，它确实存在一个市盈率比较高的问题，也就是说比较贵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巴菲特最近都就是持有现金，他投入的这个股票的资本的这个量其实在缩小的。当然这也是一种猜测啦。我不是巴菲特，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确定他是不是这么想的。但是从他的交易的这个思路来讲就他平时公开的这样的交易的思路来讲，他应该会觉得现在这个市盈率是偏高的，也就是说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买的标的并倒不是说他一定认定这个怎么样他是觉得蛮贵的这是其中一块。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来讲一下说这些资本大佬的这些观点嘛那比如说像巴菲特，很多人就是在担心说巴菲特持有现金这么多，对吧？他肯定是觉得美股要暴跌了，所以他就是提前跑了。但是其实很多人就是这其实都是想象的因为你要明白，你要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你要首先要去明白他的一些思路，他公开的一些做法，以前历史的一些行为，就是巴菲特他其实并不会去特别去关注这个股票的这种股市说什么时候可能要大跌了，或者什么，他其实不会做这种猜测性的这种事情，因为你要知道做这种猜测性过多，我觉得很难做到像巴菲特这么大，知道吗？因为猜测分析性的这种东西，我不管它有没有用，首先讲的是它反应，它需要比较短期的这种反应。那作为巴菲特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大的投资公司来讲，他们很难这么快做出反应。就算他判断是很快，但是他的资金量那么大，他很难在短期里面去买入或卖出绝大部分的股票和这些资金，是吧？所以这个是不太现实的东西。另外，巴菲特的这个他整个投资的方式呢，他其实更关注于他自己，他对于一个事情的评估。就刚刚我讲了，他觉得这个股票是不是贵了是不是没有合适的标的他
它是要持有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呃，其实他不会去专门去评估这件事情，他只是觉得这个贵了，他就不买了。他觉得这个便宜了，然后别人没看到，他可能就会下手。所以主要是这么一块所以不用去特别在意它的这个资金持有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两点是目前来说这个美股现实的一些状况。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也是可能最近这个资本市场下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我也跟大家聊一下，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点。就是说，因为这个美股的这波上涨，其实都源于整个的这个科技股的最新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大家原来对这个科技的发展是有点被惊到了所以大家就是蜂拥而至的这样进入这些科技股的这些公司里面去投资对不对？这是就是前面一个相对更疯狂的一个热潮。那么现在其实这个投资人已经开始慢慢的去冷静下来，然后慢慢去考虑，就去想说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带来那么大的这么一个收益，或者是这些公司是不是对世界的这经济的发展有那么大的作用这个就是他们开始反向，就是反向的去思考其实不是说哪个更对有的人说现在更冷静，现在更对，不是。这个也不完全是这样，这就是人的思维的一个过程。先是过度乐观，然后就会有点过度悲观，这就是情绪就是投资者的情绪的这样一个释放。所以就是大家就是乐观过了，就现在就开始就是比较对，就是所以现在有这种情绪，就是大家都开始有点怕怕的，觉得持有的这个股价太高了，然后心里也会比较慌。所以一旦有什么风声的时候，就会扛不住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最近确实 DeepSeek 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我在前面有一期节目，你们如果注意的话，你可以看到我有做过那期节目，就当时发生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件事情对于整个资本市场会有个巨大的震撼的作用。那么你现在回过头去看，确实说的也大差不差。就是确实在 DeepSeek 之后，整个美股就开始一路往下就是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证明它的这种发生对于整个科技界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震撼你不要跟我讲那些就是特别空洞的词语对吧？然后又加道德绑架之类的这样的方式在评论监视。我讲的是这个这就是经济的问题不讨论那个假大空的东西就是它确实给整个原来的这个投资的思维链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震撼就是原来大家都在堆那个芯片堆这些硬件基础设施就谁更牛谁更多谁造出来这种人工智能更强大。但是现在的这个逻辑就有一点点变化，说的那我不跟你卷这个，我跟你卷的是谁更优化，谁更用效率更高，谁用的资源的这个越少，达到效果越好，就是大家拼的方向一下子调转的这种方向，所以我不能说它的这个就是它完全不需要硬件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不能这么说，但是它提供另外一种可能，那也就稀释了整个这个大家的关注度就是大家原来是关注这个方向，发现另外这个方向也不可小觑。那么所以从资金的这种安全性的角度，他会去寻找更安全的这个就是方式他不会去压住一个他觉得有风险的东西，他可能会分开压住压住2个、3个方向或者是这种。所以当你把这个资金稀释的时候，那么原来蓄水池比较高的那个位置就会出现了这种就是暴跌，对吧？所以这是很正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股其实确实是存在了这个下探的这样的动力跟压力。所以综合来说就是你说美股会不会崩盘，会不会暴跌？
那么首先，其实美股从这一波这么快的速度下跌，它已经其实就是暴跌了因为整个这个幅度不深，另外是非常快所以它其实暴跌已经发生了。那么至于说它会不会崩盘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美股的这些科技公司的，它其实它实力还在，它已经经营的这个能力也还是不错你比如看它的月报、季报，然后这些啊这种状况其实都还是挺好的，就是说它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状况这是一块但是呢，另外一块呢，就是人的这种投资上的这种心理就前面一轮大跌之后，大家心里是不是能稳得住另外一个就是这种贸易战的这种情形底下，大家对于整个经济的这种认知评估是什么样子的它会不会在两者之间加剧，然后最后导致了一次这种崩盘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也是就是怎么讲，也是要注意的。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排除吧。就是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个概率非常高但是确实需要注意，因为它的前面已经有一波下跌了，对不对？所以对目前呢，对整个这个市场的评估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如果大家对大雁的这些东西有一点就觉得，哎，你觉得你讲的还是有点东西的，那么可以关注我的频道。好，谢谢大家，再见。